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吴亦凡二审结果出炉，火速预定热搜。现任他的母亲对于维持原判的结果很不满，公开发文喊话公检法，竟爆出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这是要同归于尽的节奏。24日，沉寂已久的吴亦凡妈妈突然发长文，内容很多，简单总结就是以下几点。首先，她表示吴亦凡本来有退出娱乐圈的打算，是他为了虚名阻止了儿子，所以他觉得孩子变坏是因为叛逆他。其次，他透露2个受害人并没有想要报警，而且还在发生行为后向他人炫耀，之后和吴亦凡也有保持良好联系，审判期间存在诱供现象。最后，也就是吴亦凡妈妈最想表达的一点，他认为孩子是犯了错，但是罪不至此。他的原话是：真的如此罪恶滔天吗？写着写着，他就像是失控了一般，竟然把矛头直指公检法。也就是最惊人的一点，他很怀疑案件公正性，此后将继续上诉。文中有很多用词用句都在刻意弱化吴亦凡的罪行，而把他营造成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形象，将他的种种行径美化成逆反。然后也就是他文中的最后一句：我依然会为儿子申诉。很多网友都表示难以置信，这是疯了吗？有位网友是这么说的，试图用舆论去往公检法身上泼脏水，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还有一位网友是这么说的，挺无语的。前几天还看有人蠢蠢欲动，好像冤枉了他一样，别人有没有错都不影响他就是有罪，好吧？这位网友为什么突然提到了别人？即使这个别人就是都美竹，也就是当年吴亦凡一案中的受害人。他在当时主动曝光的吴亦凡的所作所为，后续男方伏法，他却深陷于舆论之中。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他根本不无辜，没有看起来这么人畜无害。质疑他的大多数人中是那位进去的男人的粉丝。就在前几天，所谓的写手又开始在网上蹦跶，控诉都美竹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如今细想，应当是为了24日的2审做铺垫。但是必须要说的是，就算都美竹不是完美受害人，就算他也是受利益驱使，也不能代表吴亦凡是无辜的。首先，他是坐拥千万粉丝的顶流，从练习生到演员，再到时尚界巨头，他的资源是很多人可望不可及的。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对粉丝负责，闹出轰动整个娱乐圈的丑闻，被判13年，还不能让他醒悟吗？还不能让粉丝看透他的真面目吗？其次，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他既享受了站在上层社会的闪光灯，就要遵守规矩，不要出现。但他的种种操作何止是出现，简直是把娱乐圈的天都捅破了。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些年做了什么，如今还在苦苦挣扎，当真就问心无愧吗？13年有期徒刑也算是对他犯强这罪和聚众淫乱罪的一个回答。巧的是，数天前许久不见的黄子韬因举办演唱会引发群嘲，不仅门票价格低至2位数都没卖完，还出现了那场随便进的笑话。而在一众营销号评论下，除了路人的嘲讽，反倒是张艺兴粉丝气势汹汹。当然，他们不是在捍卫黄子韬的脸面，而是试图以实际打脸那些提到张艺兴的网友。至此，曾经的归国四子已有3位出现在热搜上了，且没一个是正面的。至于还有一个没出现的鹿晗，倒也符合他近些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作风。说起来也很感慨，站在路人的角度，曾经是他们的回国开启了内娱的流量时代。影视歌3期攻占，实力性格努力花样吸粉，顶流没有最顶，只有更顶。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讲，韩国组合 EXO 至于他们最大的信息量，大概就是异步发音这个梗。可对于中国粉丝来说，2012年4月8号在韩国出道的 EXO 绝对是破天荒的一步。这不仅因为12名队员无论是颜值和实力都堪称顶级，更因为组合中还史无前例的加入了4名中国成员，人称天朝四子鹿晗、吴亦凡、黄子韬和张艺兴。但如今我们在提及这几个人用的称呼已经变成了归国四子。2014年5月15日，吴亦凡因不满 SM 娱乐对中国大陆艺人的不公平待遇，向首尔韩国大法院提交申请，请求判决他与 SM 娱乐的合约无效，正式宣告退团。一波掀起千层浪，其中黄子韬在 ins 的感言最为人所关注，他对吴亦凡的判离表示十分的伤感与不满。然而没过多久，同组的鹿晗也宣布回国，一条我回家了的微博评论和转发均超过100万次。更让人意外的是，次年4月，黄子韬也自我打脸解约回国。至于张艺兴，虽然在路人的角度，他的发展路线和其他3位队友无甚区别，但实际上他至今仍属 EXO 的一员。2015年3月 ，SM 公司特意为张艺兴在中国成立工作室，使其成为了公司首位获得在中国开放自主发展权的中国艺人。
外人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因为 SM 公司看到了其他3位回国后在中国娱乐圈大杀四方所获得的资本利益。虽然3人实力底盘少有差异，但韩国天团的魅力加成、过硬的唱跳实力以及扎实的粉丝基础，还是让他们从回国伊始就获得了万众瞩目。年仅25岁的吴亦凡就像是坐上了职业生涯的火箭筒，落地第1个月就官宣主演徐静蕾执导、王朔编剧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而后又在老炮中搭戏冯小刚、许晴，以及凭借《古剑奇谭》走红没多久的李易峰，又任京圈只是开始。之后他又接连与刘亦菲合作《原来你还在这里》，与周星驰合作《美人鱼》，与韩庚合作的下有乔木雅望天堂，参演郭敬明的绝技。到这他才刚回国2年，因此无论外界怎么嘲讽他的面瘫演技，票房的数字依旧能报答资本对他的投入。如果说回国后拥抱吴亦凡的是各方资源，那么拥抱鹿晗的则是无数粉丝。流量为王的时代已经让老一代感到无措，鹿晗的粉丝更是创造出了一个被称为鹿晗效应的现象。起初鹿晗效应是指鹿晗做过的行为粉丝都会去做，到后来则演变成只要有关于鹿晗的一切都会被大家疯狂点击转发。而这种效应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鹿晗连续3次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巨量的粉丝基数自然也让他有着不逊于吴亦凡的资源加持。重返20岁我是证人则天际盗墓笔记无一不是基于年代一代的取向所拍摄的影视剧，合作的也都是陈柏霖、杨幂、古力娜扎、李易峰等流量明星。误入回国的星途可以说是无缝连接，甚至是逆盘飙升。但黄子韬的回国发展就显得有些尴尬了，毕竟当初是他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吴亦凡的离队，没想到自己也最终殊途同归。再加上他本身的人气也比吴亦凡和鹿晗差一个档次，一些奇葩行为还落下话柄。因此回国后接收他的不是立刻跟上的资源，而是争议性的讨论，以及狗带双伤低表情包耍大牌等大量负面语录和表情包。可不得不说，从他指责完吴亦凡又瞬间打脸也能看出，黄子韬绝对是4子中性格最显露无遗的一个。优越生活中长大的他，长出来单纯直接的性格，简单来说就是中二。因此基于这一性格，他反倒因祸得福，走出了一条紫黑路。谈判官中他饰演纨绔又中二的富家公子谢小飞，夜空中最亮的星中他饰演富二代演艺明星郑百旭，继续搞笑。但要说他用性格博到的最大收益，当属综艺。这就是街舞，豆瓣评分8.6，创造101，更是成为了年度热门话题。而真正男子汉二直接让他以耿直率真的性格让不少网友黑转粉。而和黄子韬特立独行的从艺之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艺兴。实际上直到去年4月9日，张艺兴才将微博名从努力再努力改回本名。4人之中，张艺兴可以说是归国4子中最寡淡的一个。与吴亦凡、鹿晗相比，他的资源和流量不够出众，而与黄子韬相比，他努力自律的性格和人设也不够吸睛，因此他星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都是粉丝圈地自嗨。而这样的尴尬局面直到一档综艺的强势破圈，那就是2015年的极限挑战。凭借这档综艺，张艺兴打开的不仅有国民度，还收获一票极限男人帮的帮助。可以说在2018年之前，归国4子都以不同方式成就了自己的归国之路，牢牢把控着流量的第一把交椅。如果说归国4子的成名道路因深受韩流红利，又极具个人特色不可复制，那么他们的降温之路则更具盛极而衰的典型性。2017年10月8日中午12点整，鹿晗突然在微博宣布与关晓彤的恋情，舆论迅速引爆。这一官宣不仅瘫痪了微博，震荡了内娱，还可以说背叛了偶像这一身份的传统形态。至于黄子韬，虽叫鹿晗多了一份事业心，但问题是除了好笑的自嘲以外，身为偶像，黄子韬完全没有撑得起石红的事业支点，外显的个性也限制了他的破圈以及取得更大成就。如今的演唱会笑料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但这2位再怎么颓丧，依旧是娱乐圈的一员。2021年6月2日，可能是最值得内娱明星警醒的一天。都美竹的好友在微博指责吴亦凡在与都美竹恋爱期间对其冷暴力，瞬间引起网友关注。小 G 那秦牛、郑薇、张丹三等一个又一个没压住的冰山一角显露，他依旧敢于放出大话，我会自己进监狱。然而夺行不义必自毙，玩咖终成法治咖。这样看来，反倒是当年最单薄的张艺兴笑到最后。现在回头看，吴亦凡、鹿晗、黄子韬和张艺兴归国后的10年，也是中国偶像文化正式走向产业化的10年。有人感慨说，流量像烟花，只能火一阵，但也有人艳羡说，即便只有一阵，但也足以赚个盆满钵满。但生活终究是公平的，太年轻的人不
不会知道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繁华褪去已足以让人感到落寞，更何况还可能霎时崩塌的可能。而归国四子的现状就是对这10年的回答。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